说，你是不是跟他睡了？我没有。一个靠补助金活着的寄生虫，也敢勾引我看上的男人？我真的没有。没有！江淮当着全校的面拒绝柔柔，转头就跟你告白，你敢说不是勾引他？宋妍，给你3天时间自己退学，否则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地狱。我叫宋妍，是海城大学的特招贫困生。一切都要从5个月前说起。抱歉，我不喜欢你，我喜欢的人是他。从那天开始，我便被许柔和江淮的追捧者针对。我也想过要退学，但退学要赔付学校30万补助金。退学？你怎么不去死？把你卖了都不够赔这30万，白养你这么多年。是不是只要我死了，这一切就结束了？你死了，他们只会庆祝又少了一个碍眼的垃圾。你快下来，那里很危险！你是人是鬼？想用你的死换来那些人的悔恨，愚蠢！作恶之人没有悔恨之心。不过，我可以帮你把他们全都拉进地狱。只要你愿意付出一点小小的代价。什么代价？你的灵魂从此归我所有。想好了，就划破主心，默念我的名字。记住，我叫严19。严19说的对，为了这些人去死不值得，但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。这是谁干的？天哪，宋妍！你床上怎么会这样？太恶心了吧！是你做的。说话要讲证据，你亲眼看到的吗？没有证据就是污蔑。我……谁知道是不是你自己不爱卫生，搞得脏兮兮的，还怪到别人头上？我要去找辅导员主持公道。那你去啊。大小姐放心，保证让她在寝室待不下去。哼，一个穷鬼拿什么跟大小姐斗？真是精彩的一张脸，不知道下地狱的时候会有多生动。咦，原来你才是罪魁祸首。
抱歉，上次的表白是不是吓到你了？没有，只是我不值得江学生。你值得，在我眼里，你比任何人都好。谢谢你的喜欢，但是请你以后不要再靠近我了，求你了！不能和他站在一起，被许柔看到，他会弄死我的。哟，江大校草，这回真动心了。他也配？我爸是校董，他的助学金是我爸签的字，拿了钱帮我挡挡灾，有问题吗？那样不是更有趣吗？宋妍，你是来上学的还是来惹事儿的？你是贫困生，任务是读书，怎么天天这么多事儿？不是的，辅导员是他们往我床上倒红墨水，还把我堵到厕所，是他们先欺负我。他们怎么不欺负别人？一个巴掌拍不响。你要是作风正，不勾搭人，别人有空为难你，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。哎呦，徐总，您好，您好，您放心，许柔小姐在学校表现那是顶尖的，懂事又优秀，我一定盯着，绝不让她受委屈。江校董，是，公子的事儿我一直盯着呢。公子那是国家队的苗子，前途不可限量。校赛的事儿您放100个心。滚出去，别在这儿碍眼。我真的要和他交易吗？班长，宋妍，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。之前你托我问的兼职，我帮你找到了。真的吗？给一个初3的小妹妹补习英语，就在学校附近的御景湾别墅区。对方出手大方，课时费每小时300块。300块。谢谢你，班长，你真是救了我的命，你是个好人，真的。入校时的补习金全被我爸拿走了，如果再找不到兼职，我连这个月的饭卡都充不上。大家都是同学，互帮互助是应该的。这是家长的电话，你可以现在联系，对方下午就要见人。谢谢班长，到时候我一定请你吃饭。不用了，能帮到你我就很高兴了。我下午还有课，先走了。宋妍，撑下去，只要活着，等大学毕业，一切就有希望。您好，我是宋妍。你可以叫我德叔，我女儿已经在家里等着了，跟我上车吧。谢谢德叔，麻烦您了。拍到了，就是不知道这张行不行。谁呀？找死是不是？这位同学，偷拍可是会遭报应的哦。关你屁事！少管闲事。真是不礼貌，我只是好心提醒。宋妍，我很好奇，你会不会再次拒绝我的邀约？宋妍，德叔，课时费您让小兰在手机上转给我就行，不用特意跑一趟。那孩子正是大手大脚的时候，我怕他把你的辛苦钱偷偷截留，亲自交给你才放心。而且我听王丽说你最近挺困难的，那就谢谢德叔了，我一定好好教小兰。那就麻烦你了。班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刚好兼职回来，怎么样？工作还顺心吗？多亏了你介绍，德叔人很好，学生也听话。那就好，快回宿舍吧，马上关门了。坏了，还有3分钟，班长你也快回宿舍，明天见。
宋妍，别怪我，我也很需要这笔钱。怎么回事？他们为什么都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？1000块一晚上，价码不低啊！你看照片里那个男的，头发都花白了，都能当他爹了吧？真下得去嘴。别说咱们学校的贫困生里，他这长相和身材算顶级的了，1000块不亏。他们在说谁？什么1000块？不是真的，这些照片，我靠，这女的不是去年大一迎新会上上台领组基金的贫困生吗？还是新生代表？那叠钱我数了10张，刚好1000块。她不是去年才拿了贫困组基金吗？怎么还为钱做这种事？真是不要脸！1晚1000能睡到这个档次的，兄弟们，求个联系方式啊！宋妍，大家同学一场，给我打个折呗，500块一晚，陪陪哥哥我，怎么样？我是去做家教，这是学生家长，班长可以为我作证。我不知道。班长，这简直就是你介绍给我的，你快解释啊！宋妍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自己做了见不得人的脏事，现在还想让班长为你撒谎？装什么清高？你看不起我是吧？老子好心给你送钱，你还不知好歹！班长，求求你和我们解释，我不是在撒谎。我说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你是什么人你自己最清楚，离我远点儿。够了！我相信宋同学不是这样的人。都围着干什么？快上课了，回到自己位置上。谢谢。江同学，等一下，你的手机。这下宋妍怕是要和上一个一样，被许柔玩死了。上一个，谢谢。你是故意的。没错，我就是故意的。祝你和他玩得开心。还说不是勾引江淮，我们都亲眼看见了。不是我，是江淮。慢死了，没吃饭吗？装什么柔弱？刚才勾引江少的时候不是挺有能耐吗？江淮是故意的，他故意让你误会他喜欢我。就是这副模样，才让他想玩点新鲜的吧。我懂了，你只是想找个发泄的对象。
我们可都亲眼看见了，你像块狗皮膏药一样主动追上江少，怎么，现在想甩锅给江少？我早就看着骚货不顺眼了，今天非死烂他张脸不可！你们别逼我！他不会是想以死相逼吧？他要是真跳下去，学校那边怕是不好交代。威胁我？你知道上一个威胁我的人现在在哪儿吗？他呀，早就烂在土里了。这下宋妍怕是要和上一个一样，被许柔玩死了。你这个疯子，你竟然真的敢！爸，救命！报警啊，爸！许柔要杀我！叔叔你好，我是宋妍的同学，真是不好意思，刚才我和宋妍起了点小冲突，一不小心把她推下天台摔死了。你说什么？那刚才说话的100万私了，怎么样？这不是钱的问题。200万。彩礼才30万，这个女人竟然愿意给这么多！爸，我是你女儿啊！对呀，这可是我亲女儿啊！300万，银行卡发来。300万，好，273894。居然真的有300万！哎呦，许小姐，这贱丫头从小就欠教训，死就死了。您心肠好，愿意给这么多的赔偿，我感激您还来不及呢。原来你们这种穷人的命这么便宜，被人包养，人尽皆知，脸面丢尽，抑郁跳楼。你觉得这个理由怎么样？你以为有钱就能为所欲为吗？有钱就是能为所欲为。一人100万，把他给我扔下去。放开我！你们就不怕下地狱吗？地狱，穷才是地狱。你听到了吗？你的请求我听到了。这里是岩石9的世界吗？找到你了。终于想好要和我签订契约了吗？付出灵魂，我会怎么样？这重要吗？是啊，既然做出了这个选择，那确实不重要。无论什么代价，我都答应你。放心，我会让他们加滞在你身上的痛苦10倍奉还。
怎么回到了教室里？难道是时光倒流？不对，柔柔，你放心，那个碍眼的穷鬼再也不会出现了。是啊，现在楼下肯定乱成一团了，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。干得不错。大小姐竟然真的给了100万，如果以后……不过，怎么现在都没有一点动静？对啊，现在学校应该早就乱成一锅粥了。他怎么还活着？柔，你看。你们两个耍我呢？不，柔柔，我们真的把他从天台推下去了，你相信我们。上自习。江校董，公子去参加校队比赛了，现在不在。我不是为他来的。严小姐，这里就是您的教室。这位是？这是哪家千金，竟然让江叔叔如此重视？这是新转来的同学，务必对他客客气气，否则我要你好看。能让江校董这么说，身份肯定不简单。江校董您放心，我一定照顾好这位新同学。严小姐，那我就先走了，有什么事随时联系我。严小姐，您请。他果然来了，竟然是校董亲自带来的，什么来头？感觉来头不小。你们看邓扒皮都恨不得跪下给人家提鞋了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？同学们，安静一下。今天我们班转来一位新同学，严同学，您要不要向同学们做个自我介绍？严19，阎王的阎，排行19。严19，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和大家相处愉快。姓严，海城有什么姓严的人家吗？没听过，但一看就很壮。严同学刚转学过来，谁愿意带他熟悉一下校园？严同学你好，我是班长王丽，之前我们见过。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，可以随时找我。这位新同学有些背景，希望那天的事没有留下不好的印象。对，班长平时最热心了，严同学有什么不懂的，尽管差事他。你这样的人也配当班长？严同学，我们之间可能有些误会。辅导员，我觉得班长这个职位由我来做会更好。严19，你什么意思？这王丽同学坐班以来一直很勤奋，她需要我说清楚吗？王同学挪用他父亲公司的公款打赏女主播，欠债400多万。啊！班长挪用公款啊！上周缺少解决，说是急用，所以他才被许柔收买，故意诬陷我。不可能，他怎么会知道？王同学父母为了帮他还债，不仅卖房卖车，还欠了300万的高利贷。胡说八道！你这是诽谤！你母亲被气得突发脑中风，现在还躺在 ICU 里等着救命钱呢。诽谤？王同学，你为了钱拍下同学兼职的照片，造谣说他被包养，这才是诽谤吧？胡说！你没有证据？难道那天他拍照了？可那天他没有拿手机，不可能有证据。证据？你手机里肯定还有袁绍片吧？沦为众矢之的不好受吧，活该。说的是宋妍吗？没想到王丽也会为了钱做这种事儿，怪不得他上学期买游戏皮房眼睛都不眨，原来花的不是自家的钱。辅导员，王丽同学品行败坏，还有资格担任班长吗？王丽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这新同学不会是为了宋妍转过来的吧？好，那从今天起，新班长就是严同学。装模作样。辅导员，我还想提拔一位副班长协助我，可以吗？当然，班里愿意帮忙的。我要他。
宋妍？为什么是他？你傻啊！明显是新同学在给他撑腰。我去，那岂不是要明着和许大小姐对着干？我感觉新同学更有实力，我更看好新同学。柔柔，你别听，这群墙头草两面三刀，我看这个严19就是虚张声势。严19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来头。严同学，你和宋妍同学认识？不认识，只是他看起来很合我的胃口。他到底在说什么？下课，宋同学，你记得带新同学熟悉校园。宋妍，别以为找了新靠山就能逃过去，蝼蚁就是蝼蚁。新同学是江校董亲自带来的，一来就敢跟许柔叫板，难道真的是来为宋妍撑腰的？磨蹭什么呢？快点儿！走吧，副班长，这个时候人类该吃饭了吧？好的。跟我来吧。你是不是很饿？在和你正式签订契约之前，人类的食物对我来说味同竹糠。那你平时都吃什么？灵魂，越是贪婪、虚伪、丑陋的灵魂，味道越是鲜美。他不会是想吃我吧？求求你们再宽限我几天，我妈还在 ICU 等着钱救命，我真的会还钱的。放屁！你挪用公款打赏主播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你妈？少废话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可怜他，不可怜。他为了钱造谣我的时候，就该想到有今天，这是他的报应，我绝不会同情。很缺钱，严同学，我知道错了，这都是我的报应。但我妈还在医院等钱救命，求求你放过她。做错事就该受到惩罚。不过，我向来乐于助人，打这个电话，你的母亲就有救。哟，这小身板够结实。快看校内论坛，经管系的王丽出大事了！天哪，为了钱居然直播给副牌舔脚，真是……他们在看什么？你的好同学正在为他母亲的医药费努力呢。打开手机看看，别错过好戏。舔，磨磨蹭蹭的干什么？老娘花钱是让你来这儿装贞洁烈男的吗？我操！年度大戏，这鸽子为了钱是真拼啊！这不是我们班班长王丽吗？他疯了！前几天他还发朋友圈说要奋发图强，这就是他奋斗的方式吗？这是你做的？怎么不满意？不，我很满意，谢谢你。他竟然有这样的力量，也对，他本就不是普通人。班长收了许柔的钱，造谣我被老男人包养，这个下场是他咎由自取。不急着谢，接下来该去见真正的罪魁祸首了。罪魁祸首？等等我！
可以啊，江少，照这势头，下个月的选拔名额非你莫属。还没到最后，别捧杀我。江淮同学果然和传说中一样，帅得让人移不开眼呢。同学，我们认识吗？我叫严19，是今天刚报到的转校生，专门为你而来。绝了，这脸，这身材，极品啊！抱歉，同学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江同学，你怎么能拒绝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果然，又是这种以为全世界都要围着他转的孔雀。不论你是谁，对我来说你并不特别。对付这种高高在上的大小姐，就得先打压她的自尊心。不知道她哭着求我看她的样子，会不会比许柔更有趣？当然，你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。机会，江淮同学，我看上你才是你的荣幸。这个女人真是不知好歹。所有人听好了，我严19最喜欢的人就是江淮同学。即便他刚刚拒绝了我，但我对他的喜欢依然会持续下去。为什么他明明在向我表白，我却觉得他很可怕？会持续到他死亡的那一刻为止。疯子！陆秀远，走了。好美，她真的好美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喜欢的是你？一群神经病！你到底对他们做了什么？那红色的蒲公英是……好戏才刚刚开场。陆修远，你怎么了？你想干什么？江淮，他喜欢你，一定是因为你这张脸，对不对？是他勾引他！你他妈发什么疯？给我滚开！只要毁了你这张脸，他就不会再喜欢你了。对，毁了他，严同学就会喜欢我们。大家兄弟一场，很快就结束了。陆修远，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我爸不会放过你的！利用人心，终将被人心反噬。如果不是看见江淮的手机，我只会认为一切都是许柔的针对。没错，我就是故意的。比起许柔明目张胆的仗势欺人，江淮这样在背后操纵人心、玩弄感情的人更加恶心。咦，又有一场好戏要开始了。你们都疯了！我要报警！疯子！江淮，我没看错吧？那是江淮，他的脸被人给……我刚才做了什么？我干了什么？不是我，陆修远，是你先动手的。我也没动手，我就是抓了一下江淮。陆修远，你把话说清楚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想让严19喜欢我。又是严19，他
不会是为了宋妍来报复我们的吧？一来就揭穿班长造谣，现在江淮的脸也被毁了。对，那个转校生出现的真的很奇怪。放开我！你们就不怕下地狱吗？你也记得对不对？我明明把他，我看见宋妍活生生站在教室里的时候，还以为我记错了。难道宋妍是找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回来报复我们？柔姐，下一步会不会就轮到我们了？闭嘴！那么多人看着他们进教室，还能是鬼啊？查到了吗？大小姐，那个严19没有什么背景，也可能是我们能力有限。查不到，查不到就是没背景。一个没有背景的转学生还敢这么嚣张？这个颜色怎么样？手好看，涂什么都好看。你要不要也试试？其实你打扮起来也很好看。我的人生只有读书这一条出路，没有精力放在其他地方。大费周章拆穿王丽，毁了江淮，就是为了这个穷鬼。怎么，许大小姐不乐意？我花300万就能买断他宋妍这条贱命，你又算哪根葱，也敢替他出头？所以在许大小姐看来，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通行证，对吗？废话，有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。那如果许氏集团欠我家银行27个亿，许大小姐是不是就能给我当狗啊？27个亿，真的假的？别乱说话，胡说八道！你以为你是谁？我爸认识海城所有银行的行长，就没听过哪家姓严。算算时间，许董事长该给你打电话了。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巧合。许大小姐，不敢接。爸，你得罪了大小姐，银行抽贷，资金链断裂，公司马上就要破产了。不可能！天啊，许家真的完了！这个严19究竟是什么来头？快去给大小姐道歉，不然我们全家都得去跳楼了。许大小姐，现在我为刀俎，你为鱼肉，求我，或许我能给你许家一条生路。不，这不可能！这一定是你们合伙野心骗我的！你们这种贱民怎么可能动得了许氏？柔柔，我去跟着他。曲真，宋妍这死丫头到底从哪儿找来这种大人物撑腰？严同学，其实我跟宋妍一直是好朋友，之前都是许柔逼我的，真的。不信你问宋妍。朋友？对，最好的朋友。你是说那种为了钱就亲手把人推下天台的朋友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这是哪儿？怎么回事？刚才明明还在宿舍。你不是最喜欢看人从这里掉下去吗？宋妍，救命！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救我！宋妍，救我！错了？不，你只是怕死了。他这是怎么了？只是让他在幻觉里体验死亡的恐惧。真没意思，这么不惊吓。接下来该带你去看戏了。看戏？现在？看看仗势欺人的许大小姐现在怎么样了。
还有脸回来？柔柔，你这次真是闯了大祸了！你老实交代，在学校到底得罪了谁？我能得罪谁？我不过是教训了个没背景的穷鬼。你到现在还不知悔改？银行已经下了通知，不许向许氏借贷，那是普通的穷鬼吗？许柔，你怎么能这么不懂事？不懂事？我今天这副样子，难道不是你们亲手教出来的吗？许家事忙，我不想因为这种小事浪费时间。那位同学是自己不小心摔的，这张卡就当是给学校的项目。你闭嘴！还有你，是你口口声声说这世上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。不就是出了事故死了人，多给点钱压下去，别影响公司上市。我欺凌同学，你们用钱摆平；我草菅人命，你们用权压人。现在对方权势比你们大，钱比你们多，你们就怪我不懂事！畜生，到现在还死鸭子嘴硬，信不信我今天就打死你，给人家赔罪？来啊，有本事打死我！滚出去！跪着给那位大小姐道歉，不求得她的原谅，就永远别想进许家的门。花的腐败，果然是因为根部早就烂透了。以前我觉得许柔可怕，现在看来她是受了父母的影响。看来许大小姐想道歉了，要接受吗？不是他们不是忏悔，他们只是不得不向权势低头。孺子可教。严小姐，您看您明天方不方便？我让我那个不成器的逆女给您磕头赔罪。是吗？那我就期待一下明天许大小姐的表现。柔柔，你没事吧？昨天我担心死你了。别废话。看到宋妍？不，看到严19了没有？没看到。柔柔，今天许氏集团的股票跌停了。这点破事也来罚我，滚开！要不是看在许家的份上，谁愿意天天捧着你这个臭脾气的大小姐？许家要完了，我得赶紧想想出路。严同学，您高抬贵手，放过我。你该道歉的人不是我。宋妍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收了许柔的钱，在学校贴吧造谣你。班长，我从没想过你也会为了钱伤害我。一步错步步错，我害了自己，害了家人，也伤害了你。宋妍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放过我，我现在一无所有，不能再没有我妈了。王丽不是始作俑者，她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，以后也不会再伤害到我。你好自为之。谢谢，真的谢谢。记住今天的教训，以后好好做人。好。连班长都被退学了。许家今天股票也跌停，看来许柔这次是踢到铁板了。完了，我也收过许柔的钱，把宋妍的课题作业撕了。我把他的书包扔进过垃圾桶，下一个是不是就轮到我了？雪崩的时候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。接下来该轮到你们了。宋妍同学，我道歉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撕你作业，那是许柔逼我做的。我不该把你的书包扔进垃圾桶，宋妍，你饶了我吧。就是他，他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。许家都要破产了，还哼什么哼？你们这群垃圾，收钱的时候不也挺开心的吗？那点臭钱谁稀罕？如果不是你背后有许氏威胁，谁愿意去帮你干这些恶心事儿？就是，没了许家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许柔，曾经你把别人视为蝼蚁，现在的你连蝼蚁也不如。也是，你根本没想放过许家，
搞出这么多事，就是想看我像狗一样趴在地上求饶，看我笑话，对不对？许大小姐总算聪明了一回，看你这种自诩高贵的白天鹅跌进泥潭里挣扎，确实赏心悦目。哪怕许家完了，我许柔也绝对不会向你们这群贱民道歉。想要我低头，做梦！还挺有骨气，倒是小看他了。都到了这个境地，他还不肯认错。在他的世界里，弱肉强食就是真理，他不会认为自己错。看来这个严十九背景深厚，绝不能得罪，试试看能不能讨好他。严同学，宋妍，我们之前真的是被许柔逼的，他家大业大，我们哪敢不听啊？对，严同学，以后我们全听你的，你指东，我们绝不往西。许柔是罪魁祸首，但他们的每一次起哄，孤立也绝不无辜。我相信你们是无辜的，所以来时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见面礼。见面礼？他想干什么？您的银行卡账户收到5万元转账，请确认收款。我收到了5万块。您的银行卡账户收到5万元转账。我也收到了。既然也收到了，难道他不打算追究我把宋妍推下天台的事了？还是说他想收买我去欺负许柔？谢谢严大小姐，钱我们收下了。严同学真是活菩萨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又是个人傻钱多的大小姐，比许柔还蠢。你们也可以拒绝，毕竟这是你们的买命钱。不对，这些不是普通的钱。那是什么？是火吗？宋妍，从现在起，他们的命运由你决定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能……严十九说的是什么意思？那绿色的火焰又代表什么？你们看这双球鞋，正版限量款，平时16000多，现在打5折。我家老头舍不得给我买，这下好了，我自己有钱了。宋妍，你早说你认识严同学，我哪敢动你啊！以后在这学校，你就这个。如果不是严十九，他根本不会对我这么客气。宋妍，我想了一下，之前我不该收。我之前虽然没有帮许柔伤害你，但同样也没有为你做些什么。收下这笔钱，我于心有愧。叶小新好像确实没有伤害过我，奇怪，怎么转不过去？这球怎么回事？明明是往门框踢的，怎么冲着人太阳穴飞过去了？它背后绿色的火和这场意外有关吗？宋同学，这钱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转不出去。你流鼻血了，先去看看吧。钱的事不急。那我先去医务室了。严十九，你在哪儿？是巧合吗？我怎么感觉他们出事和严十九转的那笔钱有关？这点小事你都办不好，我养条狗都比你有用。柔柔，妈知道你委屈，但你服个软道个歉能死吗？现在全城的银行都像躲瘟神一样躲着咱们家，再没资金注入，许氏就全完了。道歉，让我跪下求他，可他根本就没想放过我们。那也是你自己惹下的祸，解决不了这件事你就……反正我也不是只有你一个女儿。我就知道你一天天不回家，肯定是在外面找了狐狸精，想到你还留了种。你还有脸问我？你不是我，你让小白脸就藏得很好，我只是为了拆穿你。你呀，现在就去民政局，反正你的名声早就出了。这是孙子。宋妍，看到我变成这样，你心里很得意吧？我不是你，不会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。装什么圣母？以为自己很高尚吗？许柔，你真的没救了。救？我需要谁来救你？
柔，许家都要破产了，你还在这狂什么？真以为自己还是大小姐吗？狗就是狗，换了个新主人，叫的还真卖劲。怎么，他宋妍给你的骨头比我的香？你胡说什么？他现在像狗一样来讨好你，和对待当初的我有什么区别？宋妍，我以前都是被他逼的，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做朋友了？许柔固然可恨，但曲真的做法更让人恶心。只要你不生气，我可以帮你做任何事，包括报复许柔。我不是许柔，我们不一样。这是不肯原谅我吗？你收到严19的钱了吗？严19，我找了你大半天了。我也要休息的。总不能一直跟着你吧？那笔钱有问题是不是？上午体育课，黄毛用了那笔钱后就被足球砸中，进了医院，死了吗？没有，可惜了。所以，那笔钱，他怎么打电话来了？不接吗？怎么了？宋妍，香奈儿的包你喜不喜欢？我买一个送给你。不用了。可是我已经买了，谢谢你让严19放过我。刷卡消费68000元。我什么时候？哇，68000的包，不便宜呢。我不喜欢这些东西。我想知道，那些钱到底是什么？来自天地银行的钱，消耗的不是财，是运。所以黄毛动了那些钱，才会倒霉的被足球砸中。Yes。那钱用完呢？一个人没有了运，你说还剩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？你好，这部手机的主人刚才出了车祸，我已经打120了，请问你是他的家属吗？他怎么样了？情况不太乐观，挺严重的。他会不会出事？没了气运，下半生发生什么都不奇怪。可是，这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。他曾经为了钱伤害你，甚至是想杀了你。可是我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啊。以前我们，杨真真的事过去3天，期间严19也没有出现。班上的同学生病受伤，请假了很多。宋妍，这几天怎么没看见严同学？都是你一个人。我不知道。对了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但这几天好像大家都有点倒霉。黄毛脑震荡，在医院躺着没醒，隔壁寝室的女生也摔骨折了。你又流鼻血了？没事儿，可能这几天有点上火。不过我还是要谢你。谢我？我家其实也很困难，因为买到烂尾房，一直要还贷，还要租房。有了这笔钱，我不用担心生活费和下学期的学费了。那笔钱，你最好不要再用了，否则你会……什么？许柔，她曾经那么欺负你，怎么好意思找你？但听说她这几天过得不好，许氏破产，她没了倚仗，一个人在学校被曲真带人堵了好几次。
曲真？对啊，他像是魔怔了一样，说什么一定会让严同学满意，但严同学这几天都没出现呢，妥妥的小丑。小星，我得去天台看看，一会儿帮我签个到。许柔，你又想做什么？宋妍，你现在很得意吧？有严19给你撑腰，整个学校都是你的。我来学校读书是为了成为更优秀的自己，而不是利用他人的权势欺凌弱小。欺凌弱小，明明我是按照他们说的做，现在却全都成了我的错。江叔叔，你帮我求求情，我是为了江淮才这么做的。徐同学，你这话说的不对，我家阿怀可没让你得罪严小姐。阿怀，是你说不喜欢那些人，我才出的手。我可没有逼你做这些。江淮，是你说我们是一类人，说宋妍那种低贱的贫困生，就算是死了也没有人在意。你想玩玩我才……错了，我们不是一类人。你是个没脑子的蠢货，但我不是。江淮，是你说你喜欢这样的我，我才做出这些事。喜欢？我喜欢你去死，你怎么不去？你仗着许家的权势，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是你自己蠢。他让我去死，他们都想让我死。许柔，你别冲动。宋妍，你和他们一样，都想让我去死，对吧？他想做什么？难道是想伪装成我逼死他？许柔，即使你死了，也无法为你害死的上一个女孩偿命，所以我并不希望你死，我希望你好好活着。宋妍，你是在安慰我吗？你可以当作安慰，因为希望你好好活这句话是真的。曾经我也被你逼着站在这里，差一点就跳了下去。可是人活着才有希望，而且只有许柔活着，才能为他所犯的错误付出痛苦的代价。死，太便宜他了。希望咱们家变成这样，都是因为你。早知道，当初老子就该让你妈打掉你。柔柔，你在国内好好的，等妈安顿了再来接你。妈，许柔，只有你死了，严19才不会怪罪我。你不是想让我帮你吗？那我告诉你，你去死，只要你死了，一切就都结束了。我的人生没有希望了。宋妍，你赢了，但我不会道歉。不过，什么？我可以把命赔给你。许柔！案发现场只有你们俩人，当时发生了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我录像了，是他自己跳下去的。上一个被害死的女孩是谁？我不认识她，只知道许柔害死过一个女孩，在她之前的学校。视频中提及她想害死你，也是因为这件事。不是的。同学，如果你知道什么内情，请如实告诉我。这孩子姓许，就是最近出事的许氏集团的千金。继续说。
徐家破产，他父亲坐牢，母亲卷款跑了，这孩子一时想不开才……跟我们学校可没有关系，跟我更没有关系，我已经疏导过好几次了。江少，你不追究我，我已经很感谢了。以后你说一，我绝不说了。以后你就是我身边的一条狗，乖，叫2声。如果江淮追究上司的事，不仅我会被退学，我的父母也会失去工作，我必须安抚他。汪汪！是他，就是他，那个女孩的事和他有关。宋同学，别胡说，这件事和江同学有什么关系？我确认，我就是在江淮手机里看见的那条消息。江少，许柔跳楼了，这件事不会和我们扯上关系吧？都是许柔那个蠢货做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许柔是在他的暗示下才做出这些事，我一定要揭穿他的真面目。这件事我们需要严肃调查，相关同学请配合到警局做一份笔录。我愿意配合调查。江少，还好这件事跟您没有扯上关系。马上校队选拔赛，您可不能出点意外，否则江校董肯定会怪罪我。放心吧，不会跟我扯上关系的。江少，车到了。宋妍，你运气好能从许柔手里活下来，但这件事只能到此为止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能把事情摘得一干二净？按照人类的律法，这件事确实和他扯不上关系。可明明他才是始作俑者。聪明人会利用蠢笨的人来为他们的恶行买单。只要他在，迟早会有下个受害者出现。最近学校出了很多事儿，同学们不要被影响。期末在即，学业才应该是你们的主要目标。另外宣布一件事儿，下周国家队会来人进行篮球队员种子选拔赛，我们班的江同学有幸进入候选名额，到时候大家可前往选拔赛场为他加油。许柔出事后，执法人员扒出不少事，他转来前害死过一个没背景的贫困生。只是向怀怀递了封情书，就被许柔盯上了。那女孩家里就一个老人，知道后当场脑溢血去世，这事儿就不了了之。咱们普通人在他们面前没反抗的份儿。不过好在徐家倒了。对了，宋妍，你那天说让我不要再用钱了，是什么意思？你最近身体没问题吧？没有。但我觉得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。无论如何，严19给的那笔钱你都不能再继续用。和其他人比起来，这小子弹跳力和爆发力确实是不错，但是要进国家队还差点。您多培养培养，这孩子肯吃苦，肯定是个能为国争光的好苗子。红色蒲公英又出现了。比赛暂停！医生，快过来！我的腿！我的腿！10号换人，替补上场，比赛继续。以后恐怕连路都要走不稳了。这场球赛就是为江淮准备的。
教练，今天这纯属意外，您看能不能再给江淮一次机会？他真的是我们学校最优秀的篮球队。等等，这小子，这弹跳，这速度，比刚才那个球员只强不弱，他怎么是个替补？那是因为，选拔要的是实力，国家队的声誉就是被你们这种人败坏的。比赛结束。同学，天赋不错，有没有兴趣加入国家队？我被选中了。我还以为我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。这场比赛还真是精彩。掌权之人德不配位，底下必有无辜者遭殃。韧带缝合手术很成功，大腿有轻微骨折，需要静养一段时间。别说这些，我就问你，会影响他打篮球吗？不只是篮球，他以后都不能再进行任何剧烈运动了，否则韧带会再次断裂。你儿子废了，我们在他身上投掷的心血算是打了水漂。你们是江校董，我们和江淮是同学，特地来看看他。怎么回事？江校董看严19的眼神完全是看陌生人，可是开学那天明明是他。进去吧，他应该快醒了，你们跟他说说话也好。你们来干什么？来看我笑话吗？滚出去！江淮同学，我们是来祝贺你的。祝贺我？当然是祝贺你以后彻底成了瘸子。是你搞的鬼！看来你还不算太笨。我要杀了你！你这个疯子！啊，我的腿！比起那些被你毁掉的人，这点痛苦又算得了什么？从前你所带给别人的痛苦，从今天起都将100倍奉还。我一定会让你们都付出代价。爸，我是被陷害的。那个叫严19的转校生，是他故意让那群人做的。什么？没有什么新来的转校生，怎么可能？你才刚做完手术，情绪不稳定，好好休息。之后的事儿，我和你妈会安排好。这不可能，没有转校生，那他是谁？严19，怎么了？你对江淮还做了别的吧？那束花。曼殊沙华，黄泉之花，有蛊惑人心的力量。那束花到底是什么？你对他做了什么？从今天起，他活着的每一天，都将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恶意。那你呢？明明是江校董亲自带你来的学校。不奇怪，我不会一直留在这里。等事情结束后，我就会离开。我现在还要……你到底……又不见了。他到底来自哪里？我们以前又发生过什么？
小新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宋妍，我没事。你生病了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以为只是普通的上火，没想到确诊了白血病。那笔钱你用了多少？钱？对，就是严19转给你的那笔钱。我用的不多，就是每天正常的吃饭。叶小新虽然花了钱，但每一笔花的不多，所以只是每天流鼻血。你的意思是，我的病和严19给我的这笔钱有关系？使用这笔钱会消耗运气，变得不幸，所以班上的同学才会在收到这笔钱后陆续出事，包括杨真真。她买了6万多块钱的包，一口气花掉了所有余额。可这笔钱混在我的余额里，余额超过了5万块。从收到钱的那一刻，他就已经和这5万块的额度绑定，每花一笔钱都是在消耗他的运气。宋妍，我没有害过你，你救救我！抱歉，我没有办法解决，你只能找严19。严19是为我才开始这场暴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会在什么情况下停止。人类的食物果然很美味。都是我的，你不许吃！别跑，我不和你抢。人类可是很难抵抗诱惑的，谁知道呢？在和你正式签订契约之前，人类的食物对我来说味同雏烤。所以你不在的时候都是去偷吃了？不然呢？我的时间可是很宝贵的，你找我有急事？之前你给大家那笔钱应该怎么解除？怎么心软了？有想要放过的人？有的同学并没有伤害过我，是无辜的。无辜？这场游戏里有无辜的人吗？你被欺负时他们冷眼旁观，你差点死掉时他们无动于衷，这难道不是一种伤害？我没有。继续说。我只是害怕，我怕我的家人受到牵连，怕他们因为我的鲁莽受到伤害。但我没有无动无衷，我想帮忙的，我只是不敢赌。宋妍，如果你是我，你敢赌吗？如果是我，我也会怕，但看着无辜的人被欺负，我做不到无动于衷。不是的，宋妍，我不用解释。人类的感情我不理解，但我知道真心悔过的人一定会做出弥补。弥补。不见了。开启这场游戏的不是我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严世交满意。走吧，先出去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。不是我，我就欺负了你几天，是你自己要掉下去的，不要来找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他缠上我了，他在天花板上看着我。他这是疯了吗？大晚上的，吵什么吵？不用睡觉了吗？老师，曲真她疯了，她刚才在寝室里突然把东西全砸了，跑出来见人就咬，大喊大叫的。老师，老师救我！老师，他回来了，真的不是我，是许柔自己心理承受能力差，是他自己要跳下去的。快打120，别出来看热闹。曲真攀附许柔做下恶事，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难道我也会变成这样？不，严19说了，只要我愿意真心弥补，就能得到原谅。听说了吗？曲真疯了，家长连夜来把人接走，今儿早就办了退学手续。
许柔出事之前，曲真带人把她关在厕所，让她，所以她才……你们不觉得自从严19出现后，学校就不太平了吗？是啊，还有这几天一买东西就受伤，不知道是不是巧合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看来他们还是察觉了。宋妍，同学们出事到底和严19有没有关系？有。宋妍，大家都是同学，你怎么能让他这么做？同学，许柔欺负我的时候，你们有当我是同学吗？有人站出来为我说句话吗？难道你也要我们和许柔一样跳下去给你赔罪吗？所以，你们从来都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叶小星，你最近和宋妍走得近，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吧？我确诊了白血病，但是我知道这是对我曾经袖手旁观的惩罚。严19惩罚你们不是为了宋妍，而是因为你们自私、贪婪、虚荣、懦弱，捧高踩低、落井下石。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们？我们又没有害死人。如果宋妍和被许柔害死的女孩一样想不开，那么这里所有人都是凶手，包括我。没了宋妍之后，谁又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？别废话了，宋妍，你到底想让我们怎么做？跪下来给你道歉行不行？你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算了，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。不是叶小星，他怎么走了？他走了，我们怎么办？真心悔过的人一定会心甘情愿做出弥补，但你们什么都没做就妄图得到原谅，痴人说梦。虽然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，但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。都坐下，今天讲讲社会求知学。讲课之前还有一件事要宣布，班长王丽已经退学，我们现在需要选出新的班长。老师，那严同学呢？他不是新任班长吗？严同学？什么严同学？严19啊，那个转校生。这学期我们班就许柔一个转校生，现在他出事了。算了，不说也罢。有意思当班长的群里说一声。这里的人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忏悔，即使道歉也是因为害怕严19。怎么可能没有严19这个人？我们不都收到过严19的钱吗？是啊，说起来这种力量也很古怪。之前江淮在比赛上因为严19一句话莫名其妙被针对。我朋友也不知道有严19这个转校生存在，好像只有我们记得他。叶小星，严19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辅导员根本不记得他？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但他确实有非比寻常的力量。这种力量不是我们能招惹的。那我们要如何求得原谅？我可不想落得和他们一样的下场。应该说，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才能弥补我们曾经犯下的错？怎么又来这里？就地重游，还是又想不开了？严19，谢谢你。谢我做什么？你应该感谢你自己。善良的灵魂，在受到委屈的时候，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伤害自己，而不是别人。你快下来，那里很危险！在自己都要碎掉的情况下，还想着保护别人，我才会出现。但事情还没有结束，接下来路你得自己选。无底线的善良只会让你不断受伤，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合格。老子现在就在你学校门口，快滚出来！爸怎么突然来了？不出去看看？你这死丫头怎么这么久才来？知不知道老子在外面晒了多久？你来找我到底是想做什么？快，把钱给老子拿出来！什么钱？我没钱。放屁！你认识那么有钱的同学会没钱？开学前，我已经将所有的补助金都给你了，哪来的钱？哼，少唬我！那点毛毛雨够干什么的？你随便向你那有钱的同学借点也够了。老子要的也不多，就10万。10万？你做什么了？要这么多钱？我
卡里有300万呢，快，先给我取10万现金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这笔资金来源有问题，现有被依法冻结，无法提取。宋运辉，是你说你有钱，我才让你玩的。现在你可欠了兄弟们整整10万，拿不出钱来，今儿就留下一只手来抵债。吕爷，您高抬贵手，我卡里真有钱，就是出了点岔子。我女儿在大城市上学，认识的有钱人多的是。您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准给您把钱凑齐。我想起来，你那女儿是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。对对对，我就喜欢读过书的。这样吧，还不上钱，你让你女儿嫁给我，扯了证你就是我亲老丈人，以后这牌桌你随便上，欠多少我兜着。你管那么多做什么？老子生你养你，找你要钱，天经地义。你是不是又去赌了？我告诉你，我1分钱也没有。没钱？没钱你就跟老子回去结婚。我不回去，我是成年人，我有权利做出我自己的选择。你这样我报警了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老子给你找了门好婚事，就是警察来了也不好使。大叔，宋妍只是个大1的学生，现在说结婚早了些吧？你又是谁？少管闲事儿！我是宋妍的同学。难道你就是那个许柔？就是你耍我，说给我300万去？不，但我比许柔更有钱。大叔，你很需要钱吧？你能给我多少钱？我不给你钱。你玩我呢？不过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人，他可以每个月给你30万。30万？你骗鬼呢？天上能掉这种好事儿？喏，人来了。相亲的人是你？你是？这个年纪了，这个身材还不错，我挺满意的。结婚吗？什么？结婚？彩礼300万。300万？我这把年纪，结婚还有女人愿意给我300万彩礼，我这不是在做梦吧？这个女人不是……结婚后每个月生活费30万，我不差钱，只要你把我伺候好了，生活费还能再涨。彩礼300万，每个月30万，这得是多少钱啊？我这条件多的是年轻力壮的小鲜肉上赶着，能看上你这种老陈派是你的福气。我当然愿意，但您说的是真的假的？空口无凭啊！只要你签了字，钱马上到账。签，我马上就签。发财了，这下真的发财了！没想到我宋星辉人到中年，竟然还能走这种狗屎运。爸，你疯了！你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哟。你还有个女儿？爸什么爸？从今天起你没有我这个爸，老子生你养你这么大，找你要几个钱都磨磨唧唧。不错，够局情，我喜欢。入赘之后你得跟我姓，别带个拖油瓶，我不喜欢累赘。入赘还得跟你姓，那怎么行？传出去我这老脸往哪搁？闭嘴！拿了我的钱，你就是我养的一条狗，以后只能听老娘的话。你钱啊，钱你不要了啊！一个月30万，这点尊严算什么？看来是不想要了。不，我刚才是一时糊涂，怎么可能是不想要？我该打。那还不走？走，现在就走。
是你自己的选择。您慢着点儿，小心碰头。真是精彩！放心吧，死不了人。我看他刚才签字的时候，可是开心的很呢。这叫求人得人。我不担心他，我只是好奇严世九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听说过地狱吗？地狱有18层，而我叫严十九。严十九，学校里又出事了。我听说江校董被人举报到了教育局前，现在执法队就是来调查的。听说之前的篮球队员，天赋好的队员全成了替补，换成了一队太子爷，请国家队教练来挑选，就为了给太子爷铺路。不止，主要是太子爷身上还犯了不少事儿，都被江校董压下了，现在被翻了出来，被举报了。竟然有人敢这么做！宋妍，宋妍，怎么样？看到了吗？这下江淮他爸自身难保了。江校董被调查，难道是你做的？不是我，是我们。我联系了所有被江淮欺负过的同学们，把证据整理好，联名举报到了教育局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吗？可江家的势力，他们怎么敢？以前有许家这棵大树给他遮风挡雨，现在许家倒了，江家没人保，自然是人人可欺。我以前小看你了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走，我带你去看个更好玩的。江校长，我们接到10名举报，你儿子江淮上学期发表的一篇 SI 论文涉嫌严重学术不端，剽窃他人成果。不可能，这绝对是污蔑！据我们调查，你儿子体育成绩平平，正是靠这篇论文的加持，才派破格获得了国家队教练的青睐，进入选拔名单。江校长，你敢说这里面没有猫腻吗？我真的不知情。孩子大了，他自己搞学术研究，能得到认可，我也很意外啊。我们有确凿证据，证明这篇论文的原始数据和核心观点另有其主，我们会彻查到底。一定，我一定全力配合组织调查。最好如此，我们会再联系你。该死！收了钱竟然敢反咬我一口！出事了！执法队在查江淮那篇论文，你立刻让他发声明，承认是他鬼迷心窍抄袭的，把所有事都揽到自己身上，对外就说我毫不知情，被他蒙在鼓里。什么？你疯了？这是要毁了儿子一辈子啊！把我牵扯进去，我们整个家都得玩完，他还能有什么前途？我们来这里干什么？别怕，你在这里等我。我进去拿个东西，很快出来。拿到了，是什么？你听，江校董的罪证自白。立刻让他发声明，承认是他鬼迷心窍抄袭的。真是个好父亲，为了自保，亲儿子说卖就卖，夺走了别人的研究成果，灌在自己儿子头上，这是铁证。这老狐狸，那我们赶紧把视频发出去，让他身败名裂。不急，为什么？这可是铁证。凡事有希望，希望破灭才会绝望。东西得在最关键的时候放出来，才能一击致命。江淮，你不是总仗着你爸在学校里横行霸道吗？现在，你爸亲手把你推下深渊，这个滋味，你可要好好尝尝。江淮同学，你凭剽窃的论文获得国家队青睐，请问你对原作者有过一丝愧疚吗？别拍了，没看
还有没有良心？江夫人，请问江校董对此事是否知情？他是否利用职权为你儿子铺路？这对其他学生公平吗？滚出去！都给我滚！凭什么要我一个人来承担？当初让我这么做的人是你。江校董，逆子，我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剽窃他人成果，欺瞒师长，你对得起海城大学的校训吗？各位媒体朋友，是我教子无方，我作为海城大学的校董，却养出这样的儿子，是我愧对学校，愧对所有勤恳治学的师生。我向大家保证，绝不姑息，一定严惩。江校董，您这是要彻底撇清和这件事的关系吗？我身为校董，却唯独没有教好自己的儿子，治家不严，我难辞其咎。据我们所知，江夫人曾用重金收买教授为江淮的剽窃论文署名，这件事您真的毫不知情？是我做的，那又怎么样？你整天忙你的事业，儿子的前途你管过吗？我为我儿子铺路，我让他出人头地，我有什么错？江淮同学，你不仅毁了别人的前途，更玷污了海城大学的百年声誉。事到如今，你难道还不知错吗？我认错，我不该剽窃，这一切都是我活该。江校长，既然令郎已经认错，学校打算如何处置？这样品行不端的学生还能留在海城大学吗？海城大学绝不姑息任何学术不当行为。我宣布，即日起对江淮同学予以开除学籍的处分。3日后，我校会召开正式的记者发布会，向公众通报处理结果。还好邓麻痞今天没在门口堵人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你们的新辅导员梅林。新来的？那邓辉？你们的前任辅导员邓老师因涉嫌收受家长贿赂，严重违反校规关纪，纪检部门介入调查属实，邓老师已被校方正式开除。你干的，这件事不是我家可没有贿赂的证据，是班上的其他同学。在我这里没有贫富贵贱之分，只有学生。我的职责就是确保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得到最公平的对待。另外宣布一件事，3日后学校将召开记者发布会，正式通报对江淮同学的处理结果。最后还不是让他和他妈出来顶罪，他的校董爹撇得一干二净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江淮虚伪的做派和江校董脱不了关系。宋妍同学，下说后来我办公室一趟。是，老师。坐吧。我看过你的档案，全额奖学金，专业课常年第一，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。老师过奖了。但我也听说，因为特高生的身份，你在这里的日子并不好过。那些欺凌的情况现在还有吗？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关心你。谢谢辅导员关心，我现在很好。宋妍，不要因为你的出身而自卑，那恰恰证明了你的坚韧。你比温室的花朵优秀得多。如果有困难，随时来找我，不要一个人硬扛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怎么样？新来的辅导员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，他是个好老师。那就好。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不见了！
严19转的那笔钱全没了，我不会再倒霉了。宋妍，为什么我的钱还在？举报邓辉的事我也参与了，为什么？你是因为害怕被严19报复，才不得不这么做。可我已经做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我怕。世人论迹不论心，论心世上无完人。你的动机不纯，但如果你能坚持做对的事，获得谅解只是迟早的问题。或许这就是严19的目的，无法改变内心，但规则能规范行为。快点，记者会马上开始了！我们也快去，我可不想错过精彩场面。等等，看那边。妈已经帮你联系好了国外的大学，今天落幕，你立刻给我出国避风头。知道了。你爸也是不得已，只要他坐稳位置，你怕没前程？看什么呢？没什么。那种写满穷酸气的同学，一看就毫无背景，能帮得了咱们家什么？这种底层人一辈子都爬不起来，结交了也是浪费时间。我知道了，妈。你在这等我，别乱跑，妈去买水。哟，这不是江大少吗？怎么，我没走，你得先滚蛋了？陆修远，你又在这里狗吠什么？沦落到这地步，你还跟老子嚣张什么劲儿？还给我！这是……这是曼殊沙华的力量，它会不断吸取周遭的恶意。他这一生注定要在排挤和唾弃中度过。快还！你们在干什么？这么多欺负一个病人，你们有没有家教？阿姨，我们这是在帮江大少爷活动筋骨呢。您怕是不知道，他平时是怎么照顾同学的吧？不行，记者会马上开始，这个节骨眼绝不能节外生枝。几位同学，误会都是误会。江淮年纪小，有什么得罪的，我替他给你们道歉了。喂，好，我们马上就到，就在路上了。快点走，记者会要开始了，别让你爸久等。作为校董没管好学生，作为父亲没教好孩子，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这件事都怪我，是我太溺爱孩子，瞒着我丈夫，才让江淮犯下了大错。我对不起大家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这是我的错，我愿意接受一切处罚。国有国法，校有校规。为了严肃校纪，我决定即刻开除江淮学籍，海城大学再无此人。江校董，这出大义灭亲的戏演得真不错，但这件事，难道不是你一手策划的吗？我这里有江校董的亲口录音。同学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快放给我们听听。你听着，让他立刻把所有事都认下来，绝对不能把我牵扯进来。
你把录音给了他。陆修远跟小怀是死对头，他出头更安全。我怕江家报复。借刀杀人，这招不错。陆修远，你敢阴我？你给我等着！阴你，这还只是开胃菜。江淮，你 PUA 女同学，事后给钱解决，还有你高中时的破事儿。江校董，看来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校纪问题了。麻烦你们一家3口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都是因为你，是你害了我们全家！亲人嫌恶，朋友背叛，路人鄙夷，江大少，余下的人生可要好好享受啊！活着可比死痛苦得多。严19，妍妍，这是谁啊？你朋友吗？也不记得他了。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哎呀，肯定没见过。你这么漂亮的朋友，我要是见过，不可能忘记。小新不记得他了，看来事情真的要结束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妍妍，你和你朋友有事儿要聊吧？那我就不打扰你们，先回宿舍了，晚上见。好，晚上见。我们能单独聊聊吗？好啊，去哪儿聊？就去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。叫我来这儿，就为了看风景？严19，我们从前发生过什么？公主快逃放流了！滚开！你这不祥的妖物，蝗灾就是你带来的，还敢来领吃的？去死吧！别怕，吃吧。公主殿下，使不得了！这孩子邪门的很，自从他出现，城里就没好事，他就是个灾星。住口！天灾非人力所能左右，岂能迁怒于一个无辜侄儿？你从前是个很善良的人，救了很多人，也包括救了你，对吗？你可以这么认为。所以，因为我前世救了你，这一世你才来帮我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我大梁只有战死的英魂，没有投降的懦夫。我何安宁死不降！后来你死了，但你救的那些人都活下来了。太好了，活着就好，活着就有希望。是啊，活着就有希望。所以，好好珍惜你的命，为了别人的错误而放弃你自己，不值得。等等，代价呢？你不是说要付出代价吗？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我说话算话，绝不食言。宋妍，
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你应该去好好享受它。至于代价，等你死的那天，我会亲自来取。严19，这就走了。宋妍，下午刚好没课，我们去看最近新上的那部大片吧。好，听你的。距离那天过去已经1个月，我再也没有见过严19，他从我的世界里彻底失去踪迹。周围的同学们也陆续忘记了严19这个名字，仿佛他从未在这个学校里出现过。但有些东西却悄然发生了改变。江淮转校后过得并不好，身体的残缺和性格的高傲让他被同学排挤。我并不可怜他，他不会死。但按照严19所说，活着的每一天他都将如同身处地狱。只是大家都忘记了严19，让我也忍不住想，严19会不会只是我的幻想？严19，你真的出现过吗？呼唤我的名字，我将满足你的愿望，但你的灵魂从此归我所有。